111章世界上最先进的餐厅。是的，宋将军，要不是这里比较靠近我们大家的住所，悠然肯定会选20公里外的那栋180层的楼。王战不但回答了宋将军，还把苏悠然曾经的打算说了出来。他用了特有的范围频率把这句话报了出来，这种频率只能在10米内发散，所以旁边的人可以听到，而苏悠然是听不到的。那10几个老将军都有点头晕目眩。180层楼做别墅，简直是一个疯子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安晨宇率先进了大楼，别的人也跟了进去。他们刚才就见过了这些外星文明的盖楼理念了，所以已经不惊奇了。看到刘亚薇都跟着安晨宇去了电梯，他们也只好继续跟着。悠然住楼上，宋将军对着刘亚薇开始问苏悠然的生活了。是啊，宋将军，悠然住50楼，从1层到30层都是游戏厅。然后上面每层都有一个专属的功能，一层楼一个，像什么游泳层、音乐层、电影层、餐厅层、健身层等等。我们要去的餐厅层在48楼。刘亚薇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苏悠然的别墅，看来他们几个都是经常来的，除了宋将军，其他的10几个老将军嘴巴越张越大，而宋将军根本就是已经彻底麻木了。他们心里都在想，也许没人会比苏悠然更会享受了吧。居然用66层的楼做自己的别墅，看来他们以前还是低估了苏悠然，这次对他又有了新的评价。败家子神经不正常闯祸精，浪费天才。众人进了电梯后，瞬间就到了48层，电梯门刚一开，所有的人就都闻到了一种清淡的肉香味。他们都商讨了10个小时了，早就饿了，现在闻到这种甜美的肉香味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尤其是几个经常吃这种龙虾的人，他们可知道这种虾的美味。这次回北京时，刘亚薇和刘亚梦还特意在北京基地的厨房里拿了很多佐料。啊，你们这么快就到了，快进餐厅，那里已经做好了7只虾了，你们去吃吧，这一只马上就好。苏悠然刚又端进去1只虾出来后，就看到了来的众人。说完这句后，马上钻进了旁边的厨房。宋将军心里也很奇怪，什么时候悠然学会做饭了，而且做的如此好吃，不可能啊。他好像从小到大没进过厨房吧，摇了摇头，认为也许悠然开始学习厨艺了。他哪知道，这些东西根本不依赖任何厨师的手艺，只要放进那台特殊的烘烤器就行，不用1分钟，食物就烘烤好了，非常的方便、快捷、先进，傻瓜都会用，更何况苏悠然这种天才了。他之所以弄得这么慢，是因为他在考虑食物的品相问题。这么多人头一次来他的别墅里吃饭，他总要把菜弄得美观一些吧。他在那条1米多长的龙虾旁摆上了许多奇异的水果做点缀，这才令他满意。众人走进餐厅时，只有安晨宇和少数熟悉此地的人径直走了过去，其余几位初次踏入的将军与赵主席全都愣在原地。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宏伟瑰丽的餐厅，正中央摆放着一张6米宽、20米长的透明长桌，宛如一整块水晶玻璃铸成，桌面之中浮现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动物动态图案，仿佛真正的生灵潜伏其中。若从桌旁俯视，便会以为这些动物正游弋在玻璃内部。桌上陈列着7只巨大的淡蓝水晶盘，在光线折射下晶莹剔透，美不胜收。每只盘中都摆放着一只长逾1米的巨龙虾，双前4展，威势惊人。龙虾之上与四周点缀着琳琅满目的奇异水果，鲜艳夺目。大多数水果他们从未见过，甚至连名字也闻所未闻。他们此行是为正事而来，出至此的根本无暇谈论什么休息园区，他们对水果园和花卉园一无所知。周围的桌椅与长桌同彩，表面不时闪现动物影像，地板早已化作蔚蓝海面，清澈见底，脚下微微起伏，仿佛真要坠入海中。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再一次让他们感受到外星文明的力量。四周墙壁展现出无边蓝天，白云悠悠，恍若置身空中。他们一边欣赏奇景，一边缓缓落座。刘亚薇等人早已习惯。苏悠然把各种材料、技术与科技融入生活与娱乐，常令众人惊叹不已。许多方便实用的器具，如那台3维照相机，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。几位老将军辛劳一生，却直到今日才真正体会到高科技的震撼。他们落座之后仍有些恍惚，仿佛身在梦境。窗户消失，门扉关闭，
房间仿佛漂浮于天空，脚下是碧海荡漾，眼前是蓝天白云，桌上没有筷子，也没有刀叉。将军们疑惑时，苏悠然又端着一只大龙虾走了进来，笑道：好了，总算做齐8只了，你们先吃吧。一会儿还有鱼和雪兔肉，这些东西不适合用餐具，直接用手吃最好，先洗手。苏悠然把龙虾放到桌上，随即每个人椅子左侧的地板缓缓升起一个金属盆，由细长支架拖着，盆里盛着淡蓝色的清水，水波闪烁，看上去仿佛是从地板下的海水中直接取来。这是杀菌水，洗就行，不用香皂，对身体也没有害处。盆升到正好适合坐着洗手的位置，便停住了。刘亚威等人率先伸手洗净，10几位老将军也跟着照做。洗完后，盆子缓缓下降，与此同时，椅子两侧喷出温热气流，几秒钟便将手吹干。原来每张椅子下都装有能量接收器，才实现了这样的效果。众人惊叹不已，这些老人从未见过，甚至从未听过如此先进的设计，一时间思维都有些转不过来。苏悠然蹦跳着跑出去了，桌前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开始享用龙虾。随着他的忙碌，最后每个人都分到了1只，至于能不能吃完，他全然不管，又接连端上许多奇特的鱼类与肉食。哎呀，我忘了给你们拿饮料，马上来。他转身跑开，不一会儿端来1只大盘，盘里整齐放着许多小盆，每人分到1盆，里面盛着淡蓝色的花瓣状饮品，圆润晶莹，大小如乒乓球。赵主席一愣，这是饮料，怎么看着像花瓣？苏悠然笑道：赵爷爷，您放嘴里试试就知道了。赵主席沿挑起一片，放入口中，花瓣在舌尖停留片刻，随即化为一股清凉甘甜带着淡淡花香的液体，顺喉而下，液体入腹后，胃中顿觉舒畅，就像寒冬里喝下了一杯热水，温润而惬意。口腔间仍萦绕着芬芳，这哪里是饮料，简直是琼浆玉液。赵主席心中暗叹，其他10几位将军见状，也纷纷尝试。花瓣化液的瞬间，让他们心中泛起难以言喻的感慨。纵然快活了一辈子，也未曾在一日之间见过如此多的新奇。几千年的人类文明，在这种科技面前，竟显得如婴儿般无知。心中百味交织。赵爷爷，好喝吧？苏悠然得意地问。好喝，好喝，赵爷爷这一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的。赵主席的回答更让他笑得满足。这一顿饭把10几位将军都吃得像乡下人进城，他们从未喝过如此甘美的饮料，也从未尝过如此鲜美的龙虾。直到这时，他们才真正理解为何苏悠然把养殖龙虾当成正事。也许这还真是条正路，只是心里认同，口中却没人明说。饭后，几人一边参观别墅，一边商议政事。1个多小时后，他们走出别墅时，心中却同时涌起一个念头，必须让苏悠然把这座别墅贡献出来。60多亿人口即将迁入这里，住房紧张已成必然，让苏悠然独自住在一栋66层高楼里，根本不可能，空置的房屋本就有限，说服他搬离的工作，最终只能落在宋将军身上。只是想到这一点，他就头疼。或许还得请苏悠然的父母出面，眼下大迁徙在即。众人一边享受着苏悠然准备的饭菜，一边心里仍打着他别墅的主意，若是饭钱被他知晓，只怕他们连一口都吃不上。苏悠然心里其实也明白形势紧迫，只是想能住几天就住几天吧，实在不行再搬。你们的身体可不行，刚工作10个小时就累成这样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安晨宇看着赵主席和几位老将军，语气中透着担忧。众人沉默，岁月让他们的身体逐渐衰弱，吃的不多，体力恢复缓慢，有的甚至需要人搀扶。听到安晨宇的话，他们眼中却骤然闪出光亮，连赵主席都激动起来。他们为国家操劳一生，如今再不服老也不行，国家有难，即便身体再差，也要咬牙撑着。只是他们心知肚明，若身体无法支撑，计划或许还没展开，他们就先倒下了。一旦真的不能工作，他们便只能在忧郁与孤寂中消磨余生。安晨宇的一句话，无疑像一束火光，点燃了新的希望。年轻军官们听得更是振奋，他们深知自己尚难独自承担重任，30、40岁的中年人虽多，却大多被名利腐蚀，缺乏无私奉献的心境。唯有这些老人始终以国家与人民为念，若他们能继续领导，
年轻人就能沿着更平坦的道路为理想奋斗。至于头盔改造计划，早有明确规定，40岁以上人类禁用，一旦尝试，细胞因老化而无法再生，最终结果是瞬间死亡。因此，无人敢以身试险，你们的身体已撑不了多久，我先去给你们做一次进化改造吧。安晨宇缓缓开口，他们的文明等级混乱，进化系统不完备，尚未到3级，我只要加载程序与能量，就能让它达到4级改造设备的效果，况且他们的电脑可是5级文明的产物。他转头吩咐，走吧，你们跟我来，亚威，你们去安顿新来的士兵和科学家，别让他们乱跑，身份许可还没办妥，贸然乱走会被系统攻击。话音落下，安晨宇登上悬浮器领路，老将军们紧随其后，刘亚威等人则去指挥新人。他们如今已是上将，位居最高指挥官之列，拥有最大的权力，认证等级也都提升到2级。113章改造老将军。眼下最繁重的工作才刚刚开始，任务复杂，时间紧迫，唯有合理安排，强硬执行。系统的认证等级一共有7级，1级权限最高，能更改和设置所有系统，安晨宇便拥有1级权限，其中甚至包括基地自爆和分解的指令。这些东西一旦误操作，就会毁掉整个文明。为了保险，他没有把这种权限交给别人。2级权限仅次于1级。除了不能改动能量系统和核心主系统，其余几乎都能操作，而且2级权限可以向他人授予2级以下的权限。3级权限属于科学家和研究人员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，但持有者可以进入一些特殊场所，研究室、科研所、秘密会议室等。4级权限则为军人准备，他允许进入捕猎区，持有武器装备。5级权限是普通人使用的，可以更改居住环境，例如房间的布置、设备的管理，也能驾驶漂浮器。6级权限最低，给幼儿使用，几乎什么都不能改，甚至连水温设置都受限制，它只是一个身份认证，避免误伤。至于7级以下的特殊权限，还需要单独申请，暂时不提。刘亚威等人来到广场，先通过基地通讯器给新来的科学家、研究员和士兵统一赋予了6级权限。眼下大局未定，计划太多，他们只能先让众人做好准备，等赵主席等人回来后再全面展开。士兵们好奇不已，科学家更是兴奋，从飞行器到建筑，每一样都令他们震撼。罗浩天几人则被大家尊称为首长，胸膛挺得笔直，还配了勤务兵和保镖，派头十足。只有苏悠然依旧不在场，他总是把时间花在享乐上，睡得少，玩得多，几乎每天都在捣鼓新东西、新发明、新游戏、新作品。休息园区和捕猎区是他的必到之地，基地里有上万个捕猎区，每个面积达100平方公里，总共100万平方公里，占基地的1/12。他几乎每天换一个捕猎区，乐此不疲。此时，安晨宇已把10几个老将军提升为2级权限，他带他们来到主城的分区电脑室，上传了一些从能量资料库里调出的程序，又把这15人的全部情况录入系统。随后，众人一同进入了基地的生化研究实验室。15位老人心里多少有些紧张。宋将军忍不住问，安先生，我们改造后身体会变好吗？还是寿命能延长？身体会变好，差不多能和苏悠然一样。寿命吗？不会太长，只能多活300多年。安晨宇打开了走廊尽头的大门，15个老人心里猛地一震，300多年还叫不长，对我们来说，那可是普通人的4、5倍啊。安晨宇笑了笑，别担心，以后能量足够了，还能继续提升，到时候活几千岁不成问题，若文明晋级快，活几万岁也有可能。眼前的设备启动，散发出幽蓝的光，10几个老将军几乎要幸福的晕过去。几万岁，那岂不是成仙了？天啊，这样的好事竟然真的会落到他们头上，看来好人终究有好报。为了国家和人民操劳了一辈子，苍天终于开眼了。安晨宇看着众人，问，谁先来？10几位老人全都盯着眼前的透明玻璃罩，罩子里一个红色的平台安静的悬浮着，虽然从未见过，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就是改造设备。我先来。刘将军走上前，带着那份属于军人的豪迈，难怪当初刘亚威敢第一个尝试身体改造，这果然是遗传。安晨宇点头，好。
那我先把注意事项说清楚，你只管放松，不要紧张。你的年纪大了，细胞活力下降，大脑也有迟钝，心脏更是衰弱，为了避免心脏承受过大压力爆裂，必须使用液态呼吸系统。等会儿液体会逐渐充满整个舱体，你要把它吸进肺里，它能帮助你呼吸，记住，千万不要憋气，明白吗？刘将军没有犹豫，脱下衣物，平静地躺了进去。红色平台伸出许多透明的软带，将他的手脚和身体牢牢固定，玻璃罩缓缓合拢，淡绿色的液体开始从两侧注入。2分钟后，液体已经没过头顶，刘将军心中一紧，液体顺着耳、鼻、口涌了进来，他深吸一口，把液体吸进肺里，起初像是要被呛死，几秒钟后却奇迹般的恢复了，呼吸不再依靠意志，而是身体自动完成，那种感觉陌生而又奇妙。3分钟后，整个舱体已被液体填满，刘将军在液体中清晰的看到外面的人。114章，老将军变成了小伙子。安晨宇冲他竖起大拇指，询问是否可以开始。刘将军在液体里点了点头，安晨宇随即启动通讯器，接入分区电脑，打开1号舱的改造程序。刘将军刚感到一丝舒适，便彻底昏迷了过去。改造已经开始，下一个，谁来？他走到2号舱，扫视众人，我来。宋将军不甘示弱，迈步上前，确认听懂了注意事项后，他也进入了改造舱。其余3人也依次跟进，5个舱全数运转，改造进入了紧张的等待。5个小时后，第一批改造完成，绿色液体逐渐褪去，玻璃罩缓缓开启，刘将军的身体被解开束缚。1分钟后，他睁开眼睛，眼神锐利如鹰，容光焕发。那张曾经布满皱纹的脸已变成20出头的模样，头顶重新长出乌黑的新发，约2寸长，微微闪着光泽。刘将军的肌肤比先前白皙了许多，他猛地坐起，看了看双手，试着握拳，再猛然挥出一拳，呼，拳风掠过，10几个老将军只听到破空声，却连拳影都没捕捉到。天啊！有人忍不住低声惊呼。刘将军自己更是语无伦次，这种力量，他年轻时都未曾有过，那种速度与爆发力，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可怕。他光着身子跳下平台，轻盈的在空中翻身，稳稳落地，连地心引力似乎都轻了。一瞬间，他甚至想要仰天大喊，我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。众人全都看呆了，要不是亲眼目睹刘将军走进改造舱，他们简直以为这是魔术大变活人，一位白发老人转眼成了英气勃发的年轻人。很快，刘将军冷静下来，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狐狸，哪怕此刻换了副年轻的面孔，也不愿继续光着身子表演。他迅速穿好衣服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比模特换装还快。这时，宋将军也苏醒过来，他看了看自己，重复了刘将军的动作。与刘不同的是，面对众人的注视，他面不改色，坦然穿上衣物。接着，剩下的3人也陆续睁开双眼。安晨宇走上前，提醒道，你们的容貌变化太大，一会儿随我去实验室做一次生物脸型调整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否则别人根本认不出你们。5人点头。不久后，他们进入另一间实验室。20分钟后归来时，模样已恢复如初，头发依旧花白，皱纹却消失大半，肤色白皙，眼神锐利，气息深沉有力，仔细看，还是能察觉不同，呼吸更平稳，心跳更强劲，仿佛年轻的血液在身体里奔涌。行了，你们5个没事了，安晨宇吩咐回去指挥手下吧，现在任务繁重，时间紧迫，我已经将你们的权限提升到2级，具体权限内容可以在通讯器里查，从今天起，通讯器最好不要摘下，有事随时联络，还有这段时间要多吃点，最好去苏悠然那儿，只有那里能供得起你们现在的饭量。几人笑着点头，将基地通讯器带好。刚才拿到通讯器时，有些人甚至还不知道怎么用。安晨宇利用等待的3个多小时，已经教会了他们操作方法。带上通讯器后，他们乘坐漂浮器回去，开始指挥士兵和科学家工作。那些科学家却没这么好运，5个小时过去，他们仍在原地等待，面对如此先进的设备却无法操作，心里仿佛被猫抓挠般焦躁。又过5小时，接着5个人被改造完成。经过15个小时的连续操作，最后一批老将军也焕发新生，
他们带上基地通讯器后，立刻开始实时联络，商讨接下来的安排。当赵主席赶到广场时，7艘陆地飞行器上的设备已被搬下，部分人员也开始部署，12个主城的将军各自带队，乘飞行器返回主城，主持当地事务。所有指挥都通过基地通讯器实时联络，确保协调无误。30艘中型陆地飞行器已全部启程，运送士兵、设备、食物、矿产等各种物资。被改造的700名士兵中，有300人分配到这些飞行器上，负责24小时不停的运输任务。专门搬运的士兵随时轮换，确保工程顺利进行。115章全人类移民开始。安晨宇在各主城的主控制室开辟了折叠空间，用于存放运送来的设备和物资。基地内人手极度紧缺，科学家、研究人员、种植人员、管理人员、指挥人员，样样都缺。城市尚未占据完毕，飞行器依旧源源不断地运送着人员和物资。中国13亿人口的迁移量巨大，因此计划先搬运大部分中国人，稳定运行后再向全球宣布。此刻人虽然可以休息，但飞行器与物资运输不容停歇，士兵轮班睡觉，抵达即搬运，保持全天候运作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学习使用新器材，处理各类事务。科学家们也忙于研究与设备布置。宏伟的全人类迁移计划正式启动了，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整，电脑、电源、信号等等。安晨玉已经教会了很多科学家使用一种生物改造器，这种设备可以让普通人的身体强壮3到5倍，精神力也增强3倍左右。这是很普通的试验设备，只需消耗少量能源，10几分钟就可以改造一个人，主要针对肌肉和部分神经组织。基地里一共有30个改造器，每天源源不断的有未改造的士兵进来改造，改造完就继续投入工作，像流水生产线一样，24小时不停运作。一部分将军留在基地调配资源和人员，另一部分将军带着刘亚威等年轻人返回中国。中国的局势已经混乱，经过几天的征兵，军队开始对大城市实行军管，同时对政府部门人员进行集中培训，任何人不得出乱子，责任严重，后果极为严重。整整1个星期的会议结束后，30艘陆地飞行器几乎完成了国内所有研究所、科研所、材料所的搬运工作，几百万士兵全天候运送材料、矿产和人员。科研人员、科学家都被整体迁移，能搬的设备全部搬走，电视、冰箱、空调、汽车这些普通物件被彻底舍弃。政府开会后立即颁布红头文件，由军队全面控制民众，执行全民迁移计划。公告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新闻、报纸等渠道发布后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迁移，往哪迁移？公告没有说明去向，人们只能迅速配合。600万士兵出动，军管30座大型城市，每天往特定地区搬运食物和列表物品。专家制定了详细物品清单，清单外的物品全部放弃，清单内的必须搬运物资运输人员搬迁同步进行。广场上军车等待，登记完身份证和户口本后，人员被送上军车，随身物品经过检查，违规的电器、书籍等被全部丢弃，堆满广场。广播不断提醒检查行李，不符合要求的直接丢弃。飞行器全天候运送，每趟往返仍需6小时，过程耗时巨大。按照这种速度，全部人类的迁移任务无法在短时间完成，必须另想办法。116章天才苏悠然，所有人都已经乱套了。现在现役士兵、复员士兵或新征集的新兵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，但进展依然缓慢。按照这种速度，连地球1半的人口都无法转移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太慢了，必须另想办法。基地通讯器里传来了赵主席沮丧的声音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时间都浪费在上下飞行器上。我这里情况很糟糕，刘将军每天都在现场指挥，他也认为现在的效率远远不够。安先生这几天在做什么？他的通讯器好几天都关着。宋将军问道。宋将军最近越来越饿，只能一边工作一边不停地吃，一天要吃10来个小时。其他几个人也差不多，都没有时间去苏悠然那里享受龙虾的待遇，开始怀念起他了。安先生这几天一直在处理水资源系统，由于要住进来的人太多，他打算把基地的水资源和大海连接，
这样水源几乎是无限的，同时也在改进主能源系统。但主能源系统周围干扰太强，通讯器无法打开。赵主席把安晨宇的行踪说明了出来。那我们怎么想办法？我这里已经乱套了，但依然无计可施，我快急死了。另一位将军焦急地说道，当然要找聪明人，我们这里最聪明的人就是苏悠然。刘亚威提出了建议，对，去找然然想办法。这家伙虽然从不干活，但大脑最聪明。赵主席终于想起了这个玩乐天才，宋将军，快去把你女儿和女婿叫来，让他们去找然然。他的通讯器从不打开。说到这里，赵主席气得牙根痒痒。苏悠然偷偷拿走了30个通讯器，他自己的通讯器从基地开始忙碌就一直没开，即使开也用特殊频段，根本搜索不到，太可恶了。宋将军的女儿和女婿也被纳入军队管理，现在已是高层，正好借助苏悠然的关系，让他父母协助管理。兰兰，去把悠然叫出来，让他打开通讯器。宋将军找到了特定频段，开始指挥女儿，老爸，我在主城忙呢，哪有空啊，这里已经乱套了，由于使用特殊频段，宋巧兰听不到高层将军们的谈话，我这里比你那里还乱，快去把他叫来，让他通讯器以后不能再关，不然别想再玩游戏。宋将军有些冒火。宋巧兰心里暗想，你那里乱，你是没看到我这边乱成什么样？遵命。哎，我这个老妈还要去找他，真辛苦。宋巧兰抱怨着出发去找人，半小时后，终于听到苏悠然的声音，外公，你们找我干嘛？不是很忙吗？怎么有空找我啊？是不是想吃龙虾了？我可以派机器人去抓，嘻嘻。苏悠然感觉这次找他肯定没好事，还是先贿赂一下。你再关通讯器，我就把你当龙虾吃了。从来没见你给外公送过饭，哼。宋将军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威胁，呵呵，好好好，我明天就去给外公送饭，外公别急。苏悠然笑着答应。然然，我们现在运输出了点问题，老百姓上下飞行器浪费太多时间，而我们时间紧迫，你能想办法吗？赵主席的声音传来。赵爷爷好，回头我也给您送饭哦，嘻嘻，这个问题我想想，一会儿想出来就告诉您。苏悠然乖巧的继续行贿。好好好，呵呵，赵爷爷等着你的饭呢，你要快点啊。要是想出办法，我记你一大功。没问题，一会儿再联系。苏悠然的声音消失了。刚才悠然干嘛只开了声音，没打开图像？刘亚威不解地问。他妈妈说是在游泳池找到他的。宋将军说明了宋巧兰找到苏悠然的地点。啊，我已经1个多礼拜没洗澡了。刘亚威哀嚎一声，心里暗想，还是苏悠然幸福啊，这种时期还在快乐的游泳，如果想不出办法，我估计我们6年都洗不了澡了。刘亚威也有些怀念洗澡的感觉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大家焦急的等待苏悠然的回音。5个小时后，通讯器里终于传来了他的声音，众人都松了口气。也许他找到办法了。我查了几个小时的资料，想到了一种可能有用的方法。首先制作一种海螺形的生物定位器，类似手表的装置，可以影响人的大脑电波，让人自动集中到母定位器周围，然后制作一种特殊的大规模生物催眠装置。基地资料库里有详细制作方法，它可以激发人体潜在巨大能量，配合使用，这些普通人就能快速找到飞船。每个城区储备库里都有5万个海螺形定位器，足够使用。催眠装置虽只有半成品，但加工后即可使用，通过计算机模拟。这个方法对人类的可行性高达 86% 以上，不愧是最聪明的大脑，5个小时就想出了方案。找出这些资料，不知道查了多少数据库。117章全人类蜂拥中国。这个方法不错，人的身体确实有巨大的潜能，只是未被开发，如果可行，速度应该够了。计划成功的话，我给你记一大功。赵主席对苏悠然的效率十分满意。他们几天也没想出办法，谢谢赵爷爷。没我的事了吧，我走了。苏悠然说完就关闭了通讯器。接下来，科学家们开始用半成品制作大规模催眠装置，2天后就完成了。因为苏悠然已被他母亲带到研究室，亲自带领科学家操作，若做不好，就别想出去。因此速度极快。随后进行装置可行性测试，先给准备上飞船的人每人发一个海螺形母子定位器，再实施1000人的大规模催眠。催眠成功后，打开子母定位器，人迅速登上飞行器，
测试结果令人震惊，1万人整体测试仅用12分钟完成催眠和登记过程，半小时就能来回一次，只需提前发放子母定位器即可。按照这种速度计算，每天可运送1200万人口，时间足够。但实际情况更复杂，还有抱孩子的、老人、残疾人等需要特殊照顾。虽然麻烦，但大部分仍为普通人。1个月后，中国人口减少了2亿6千万，每天仍在减少几百万，人口减少至3亿时，中国向全世界发布通告，6年后，人类地球文明将彻底毁灭。为保证文明延续，中国发现了一个外星文明基地，开始大规模全人类移民。反想生存者需到中国注册身份，将按中国人待遇移民至安全基地，若在2012年1月1日前未办理手续，将被弃置，自生自灭。由于事务繁忙，目前不接待访问及外交，只负责移民手续办理。通告发布后，全世界震惊，人类文明毁灭，全人类移民，以往何处未说明，但外星基地安全无疑。世界各地一部分有钱人率先来到中国办理手续，外国人凭护照，中国人凭身份证即可办理。又过1个月，全球确认此事非玩笑，中国人口减少至5亿，大型电器、汽车无人问津。联想到征兵行动，人们明白事态严重性，于是世界各国人民纷纷涌入中国。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法国、希腊等国人以及各色种族都想活命。每天大量人口通过飞机、轮船、火车、汽车运入中国，全球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商业全部紊乱，仿佛世界末日来临，但谁也阻止不了。中国境内人口仍以每天数百万的速度减少，现在加入基地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管理层也慢慢吸纳外籍人才，只要有才能，不论国籍，外国研究员、科学家每天加入研发部、科技部等部门。1200万公里的城市逐渐恢复生气，不再寂静。军队也不断吸纳外国兵员，基地内通用2种语言，其中以英语为主，每人还拿到一本手册，讲解基地事项与规定，不懂可向工作人员询问。由于人口过多，原有房屋可能不够用，安晨宇在人员入住前便启动基地所有机器人，每天不停建造新楼宇，全都是200层以上的高楼，50层以下的建筑全部被拆除，主要材料被回收重建。基地下方数十公里处，全是这些高楼的基座，由比钛合金还硬的材料构成，现在仍在不断使用中。基地的机器人可以不眠不休，不吃不喝，只需提供能量即可运作，因此建造速度极快。所有外星文明建造的机器人都带有初级人工智能程序，可以协同合作，效率提升数倍。虽然机器数量不多，但都是专用类型，在分区电脑的调度下不停建造高楼，能源消耗也随之增加。基地的水处理系统、废物处理系统、空气处理系统等主要系统，每天能源消耗都在逐渐增加，而且越来越快。安晨宇已经修改了基地主控电脑的部分程序，以提高能源吸收，但能量供应仍显不足。无奈之下，他加入了连续核反应内部爆发的简化程序，但这个系统最多只能维持20年。20年后，由于主控电脑无法控制连续核反应，能源会失控，整个基地可能爆炸。不过20年时间足够用了，若不是安晨宇吸收了原本储存的数万年的能量，他也不至于用这种5级文明的电脑运行如此危险的程序。一旦电脑无法控制超强能量，连续核爆将导致能量指数增长，引发乱流，最终可能毁掉整个太阳系。但安晨宇不会真的毁掉太阳系，他未来还有其他计划。现在基地的工作量每日剧增，但士兵和科学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。主要问题是食物供应，数万科学家每天研究高等文明遗留实验室中的数据、药剂和设备，基地只搬走了关键资料和材料，生物实验室、医疗实验室、化学实验室、物理实验室等大量剩余设施依旧保留。对地球科学家而言，这些无用之物都成了宝贵科技资源。苏悠然被他母亲强行留在实验室，协助科学家解决关键问题。他不仅是最聪明的人之一，也是权限最高者之一，几乎可以查阅基地所有资料。经过4天日夜不息的努力，他找到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初步方法，通过能量调整植物内部分子结构，使植物直接吸收能量和养料，几天即可成熟果实，不需土壤，仅需水源。
苏悠然建造了一个粮食与蔬菜生产线，使用几座200多层高楼，每天无数士兵从楼内搬运成熟果实和粮食。生产线需大型能源接收器维持消耗巨大，安晨宇修改了主能源系统，使能源充足，同时避免超过主控电脑承载而爆炸。基地越多用能量，主控电脑运行越稳，基地存续时间也越长。苏悠然几天来与大型能源接收器打交道，几乎掌握了其全部用途。他的脑子里显然又在打其他主意。天空的能量，太阳每日增强数圈，但随着人员增多，这种增加停止，否则几个月内能量太阳就会吞没基地。12个主城道路两旁开设了无数帮助站，居民可领取粮食、水果等物资，每栋楼里都有水源。大楼被分成多个房间，如同人类住宅楼，电梯几乎瞬时运行，每个人的房间、电梯、粮食领取等事务，只需在平台控制器上一晃即可完成。城市各处布置了小型平台控制器，看上去高度自动化，每天都有食物和衣物供应，无需使用货币。为让居民安定下来，基地建造了娱乐设施，如游戏厅、电影厅、音乐厅、健身厅等。建造方法简单，只需建好一个模板分区电脑，即可复制分区电脑，拥有人工智能系统。休息园区暂未开放，捕猎区严格禁止入内，否则人会被动物捕食。安晨宇长期待在主控电脑前，他吸收了大量能量，需调整能量后才能运用到极致。他是唯一的12级文明生物，能微观、分层、空间化的调控能量。地面世界已彻底混乱，每天无数人涌入中国加入移民行列，所有可出动的士兵都维持秩序，但仍不够。每天都有大量外国新兵加入，他们年龄正好可提前移民，使新兵数量急剧增加。慢慢的，地面运输系统开始有序运作，在中国境内，汽车、火车、飞机、食物等物资全部免费供应。很多城市已经空了，有的还住着少数居民。汽车无人问津，到处停满，商店也空空如也，除了少量没用的电器、书籍、家具，其他衣物、食物、日常用品全被搬光，有些玻璃甚至被疯狂的人砸得稀巴烂。刘亚威、宋将军等主城将军每天没日没夜忙碌指挥，有时一周也没合眼，但他们身体能撑住，只是渐渐麻木了。人口实在太多，每人手下都有几万主管军官直接汇报，通讯器一直没停过。苏悠然在实验室待了1个多月，被科学家和研究员折腾得受不了，终于某天偷偷跑掉。他老妈早已回主城指挥，刚到家待了半天，就被赶来的老妈从66层的别墅里轰走。原因很简单，进驻人员越来越多，他必须从别墅搬出。虽然苏悠然是上将，但负责搬迁的人不敢直接去劝他，只好向上汇报到宋将军。宋将军只好请女儿出马对付自己的外孙女，可真是一物降一物。苏悠然很听话，搬到了分配给他的楼层。宋巧兰也回去忙碌，可第2天苏悠然又不见了，随之消失的还有主城储备室里的50个大型能源接收器。显然他又想到什么好玩的东西了，才乖乖搬出别墅。随着忙碌持续，转眼已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。这个春节别说吃饺子了，连见饺子都难，实在太忙。大部分人回忆去年的春节，那是幸福快乐的，除了刘亚威他们几位。去年虽吃不到饺子，洗不了澡，但至少能睡觉。今年连睡觉都省了，不知道明年是否依然如此。他们相信若继续这样，迟早会疯掉。姐，我想吃饺子。今天可是大年30。刘亚威通过特殊频率的频道传来声音。刘亚梦哀嚎，饺子，我看你像饺子，我现在眼里全是人头，心想，我亲爱的妹妹啊，别再诱惑我了，再这样我会疯掉的。刘亚威叹气，我也是，一天要看到无数人，闭上眼梦里全是人头，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噩梦。他安慰妹妹，快了，现在1个月可以运送2亿多人，很快了，放心，快了，照这个速度最少还要3年。3年啊，我几个月没洗澡了，国内乱套，事务太多，通讯器连续响了几个月，如果3年都这样，我肯定疯掉。基地那边怎么样了？刘亚威有些撑不住的问。刘亚梦说道，别说洗澡了，我连觉都没睡几天。基地那边更乱，那里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也有点无奈。现在才明白，苏悠然真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。
刘亚薇终于想起唯一一个清闲的人，说道，对呀，他身体和大脑都被改造过2次，确实最聪明。看来他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。现在已经2个多月联系不到他了，听说他一直没回分配的楼层，谁都找不到他，好像消失了一样。宋将军派了很多人去找他，这里很多事都需要他帮忙，估计再过1个月找不到他，宋将军会被气吐血。刘亚薇有点可怜苏悠然的外公，不过我猜得到他藏哪。刘亚薇的大脑毕竟改造过，依然很聪明。刘亚梦说道，快说，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宋将军？我已经告诉宋将军了，但猜到跟没猜到差不多。悠然肯定在捕猎区，但基地里上万个捕猎区，谁知道他在哪？而且每个捕猎区都很大，他太狡猾了。刘亚薇有些恨恨地说，亚薇姐姐，背后说别人坏话可不好哦。突然，通讯器传来苏悠然的声音，啊，悠然，你在哪里？你怎么知道这个频率的？刘亚薇惊叫，我就在你附近，我正好在搜索一些频率，你们的频率又没加密，碰巧就搜到了。苏悠然笑嘻嘻地说，今天可是大年30哦，嘻嘻，想不想吃饺子？我给你们送一些过去。好啊，好妹妹，快给我送来吧，我去年都没吃到饺子呢。刘亚薇迫不及待的讨要，悠然，你外公找你呢，你最好跟他联系一下。他说。刘亚薇还没说完，通讯器里就传来了苏悠然惊呼的声音，哎呀，频率乱套了呢。我先走了，等着饺子哦。话音一落，通讯器里就没声了。这个狡猾的家伙，连现场视频都没开，又跑掉了。刘亚薇咬牙，立刻联络宋将军，这次他可不会放过苏悠然了。刘亚薇把刚才的情况汇报了一遍，宋将军立刻下令封锁刘亚薇所在的马城，并派人布控他周围几个捕猎区。2个小时后，搜索人员发现捕猎区里有一块异常区域，面积较大，信号完全无法穿透，情况马上汇报给宋将军。宋将军立即派宋巧兰和科学家前往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发现了正在草地上靠着大龙虾的苏悠然。原来苏悠然用那50个大型能源接收器，在捕猎区里建了一个小型基地，更像是一座奢华别墅，把所有能造的东西都造了出来。宋巧兰到场后，把这些设施全部收回，别墅也拆掉了，然后押着苏悠然去见宋将军。薇姐姐，你怎么可以出卖我啊？真让我伤心。通讯器里传来苏悠然沮丧的声音，我不出卖你，你就成神仙了。大家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们在这里忙，你在那里当神仙，好意思吗？刘亚薇义愤填膺地教育他。苏悠然立刻吱声，看来有点理亏。宋将军看到苏悠然，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，从民族道义讲到人类生存，最后因为太忙，只好让他去实验室干活。这次由他老妈宋巧兰亲自监督。苏悠然萎靡地跟着回了实验室，游玩的计划彻底终止了。刘亚薇听到苏悠然被抓住时，又高兴又伤心。高兴的是终于心理平衡了，伤心的是他的饺子看来又没戏了。看来真的有得就有失，上帝给你一样东西，必然会拿走另一样。公平的规则是否会被打破，也许只有那些已经打破规则的人才知道吧。120章安晨宇出关。现在基地里的住宿完全足够，所有人都住在高楼里，每座楼都有200层以上，每座楼可容纳2万多人，只要30万座这样的高楼，就能装下地球上所有的人口，而整个基地的高楼数量远不止30万，并且每天还在持续增加，有的楼基座宽阔，已经建到了400层。这些高等文明的建造技术极其先进，楼房不可能倒塌，因为每栋楼都采用了反地球引力设计，各种设施也在不断完善，学校已经开始筹备，一些人加入了管理工作，部分人忙碌，部分人闲散，形成鲜明对比。尽管很多事物已经开始稳定进行，每天各国科学家和专家都在讨论这些问题。他们已经进入捕猎区，亲眼目睹远古动物和外星动物的奇特景象，惊叹不已。生物学家、植物学家、动物学家们几乎没日没夜的工作。当前问题之一是地球上的动植物如何安置，显然没有足够时间搬运全部，只能尽可能多搬进基地并制定相关计划。许多动物学家已经筛选出繁殖快、易存活、长得快的动物进行大规模养殖，为基地居民提供源源不断的肉类食品。基地的丰富能源使加工速度极快，
鲜肉和罐头成为每日主要肉类供应。此外，基地还研发出一种民用通讯器，仅使用特定频率，不影响主频率运行，功能类似手机，可在每个主城内实时通讯，但不能跨城使用。所有通讯器都配合身份证使用。每天，许多人聚集在捕猎区周围观赏奇特动物，也有人在先进的游戏厅、3维影视厅中娱乐。此前用于士兵的生物改造器，可将人体力量和精神提升3到5倍，也开始对民众开放。每天大量居民前去改造，身体和精神得到极大提升。这一消息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。人群中既有安定的，也有不安定的。移民时期若出现混乱，后果严重，因此对于不稳定人群采取严格措施，强奸者就地格杀，打架斗殴者首次拘留10小时，第二次或不自首者就地格杀，携带毒品者会由专业医疗人员通过高科技手段戒除，私藏毒品者同样就地格杀，公众场合禁止吸烟，过度酗酒造成伤害者也会当场处决。如今基地向更高文明进化，不允许废物存在。经过严格整顿，民众意识到闹事后果，更多人反而高兴，因为社会变得更平稳、安全。基地没有警察，全由军人维持秩序。军人若欺压百姓，也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处决。民众与军队关系和谐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军队和科研行列，期待更先进的科技。到了2007年8月，安晨宇终于调整好了能源系统，此时12个主城已入住超过20亿人口。看着原本空荡荡的城市，如今布满人群，安晨宇点头，满意的打开基地通讯器。他看到数千条留言，几分钟就看完了，大部分是苏悠然过去半年的抱怨，被母亲抓去实验室干苦力，每天询问何时可以出去玩，还有一些是将军和赵主席汇报移民进度和问题，但都不算重要。赵主席的消息亮起，安先生，你终于出来了。已经过去差不多1年，转移人口约26亿，且还在持续。主能源系统情况如何？主能源系统已经改好，现在能源非常充足，尽情的用，越多越好。安晨宇简短回应，但心里还想着，用的能源越多，这个基地撑的时间越久，否则迟早会爆炸。赵主席有些疑惑，越多越好，开始时你不是说能源不够用吗？不太明白安晨宇的话，怎么开始时说能源不够，现在却又能源过剩？难道这家伙也会偶尔发烧？安晨宇笑着回应，对，用的越多越好，尽量多使用能源，别怕浪费。晨宇哥，你终于出来了，我都快闷死了，我做了半年多的苦力，什么时候带我去南极玩啊？苏悠然从通讯器里蹦出来，兴奋的像是等了几个世纪。呵呵，你着急了？等把这里的事安排好了，我们就去放心。好好好，那几个小时能安排好吗？苏悠然迫不及待地追问。赵主席的脸色微微发黑，几个小时？这里的事务没个几个月根本安排不完。安晨宇也清楚这是不是几个小时能解决的，只能含糊回应，很快等我安排好了就带你出去。苏悠然心里明白几个小时根本不可能实现，只好继续在实验室等待，不过总算有了希望。他冲出牢笼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，想到这里，他又满怀干劲地投入到苦力工作中。